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那这一周啊，其实发生很多事情，我们世界上都发生很多的事情，老师自己身上也发生很多事情啊。总而言之呢，一言难尽啊。那首先说一下哈，那我们的这个秋季啊，因为这个下个月啊，我们就是我们的中秋节了啊。那当然，中秋节到了嘛，我们的一年两次的春季跟秋季里面的秋季补运法会会在10月大概20号左右，那我们会开始做办理。那本来应该今天公布的，但是因为今天事情实在太多了，老师实在忙不过来，所以说我们大概预计是周三老师更新的时候，我们会一并公布。当然，老师会发 LINE 跟朋友圈的，所以说你有加 LINE 跟老师朋友圈的，那都可以知道老师的通知。那么很多人在问老师，那你的批练什么时候开始呢？一般来讲老师是预计是大概是11月左右尽量早一点了，11月初，那尽量就开始给各位去批流年了，因为明年的变化是颇多的，所以是说很多朋友就一直希望说老师可以提早一点，那没有问题那这一次老师批流年的方式会更加的精进，会给各位更适合你的所有的客制化包含只给你这个人才有的这样的建议。所以说呢，请期待老师呢这次把它做了一个很深刻的改变。这个改变呢，应该是过去10几年以来没有像我今年这一次的，让各位可以更全方位的、更基本上是巨细靡遗的，让你知道你在2026年你应该怎么样面对你所有的事情。那这个部分请给老师一点期待老师就是为了让各位可以获得老师更好的一些帮助，让你人生更加的顺利。所以说，请期待11月的时候我给各位的这个批算业务绝对会比过去所有时间更加的详细、更加的完整，而且不会有重复性。放心，老师知道各位现在低估的你的套版不是，绝对不是老师只是知道该怎么样给各位做更好的客制化，让你可以从老师给你留言里面，你知道你每个月该干什么，应该做什么，什么事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当然，会不会这个东西会不会细到每一天？基本上老师看，基本上9成9的贵客你是没有看流日的了。大致都这样吧，有少部分的贵客真的是每一天去翻一下，或是每一个礼拜翻看看这个礼拜要干什么这个是极少数了。但是呢，基本上老师会尽量把所有的心力放在你流月上面，尽量让你知道我这个月该干什么，什么是该干。至于流日部分是不是要更加精进呢？老师看时间来不来得及，但尽量老师真的是希望我这微薄之力我这10几20年来的一些经验智慧可以提供给各位，让你去更加的去战胜你每一年所面对的各种人生的问题。因为最近老师有很多的过去的贵客，10几年来以上的贵客，跟老师一起聊他这10几年来还有这几年来一些变化。老师真的是觉得有些时候我真的可以理解我师父这个在帮别人服务50年以上的这些师父师伯他们还有师叔他们他们的一个心境跟想法。有时候你没有看到这么多的世界，这么多的人生的面向，你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充满了这么多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可以给他们一点建议，哪怕就是那么一句话，他都有可能改变他的人生。而那句话在专业人士面前可能只是无足轻重就是一句话的事。但是你不在那个位置，你身处在这样子的黑暗或在那样迷茫状况之下，有时候那一缕光不要说一缕光了，就这样一根线都可以让你知道我可能可以怎么样去做。所以老师这一段时间深受贵客这些贵客给老师的反馈很大的感动，那我才知道说我应该做得更好，我应该做得更多。那这个东西就是我继续努力下去的契机，好吗？感谢各位的支持。所以说下周3我们要公布我们的秋季补运法会，那这个批论的事情请不用担心，老师这一次给你的绝对是最有用的，而且绝对是你最需要的，好吗？这个是肯定的。当然不会加价，不涨价，流年不涨价流年不会涨价，因为每一年这个东西对各位很重要的东西，好吗？好，那我们去开始但在这个我们的这一周里面发生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当然很多人说这柯文哲的事情怎么样继续呢？其实可能老师讲的话有人去传达给那个民众党的幕僚里面，可能说不定说各位你去看这一次我们的柯老先生出来之后不讲话了，对不对？他怎么都不讲话了可能老师的贵客真的是可能是有民众党的里面的一些朋友，所以他们才知道不讲话就没事。那我一开始就不要讲，不就没事了吗？对，的确你不一开始不讲话不就没事了吗？你讲了就给别人把柄嘛，你忍不住想讲，是不是？柯老先生有个坏处就是什么呢？他心里藏不住事儿，
他想什么就讲什么。我告诉你，政治不是这样玩的，政治就是尔虞我诈，政治就是玩弄人心，政治就是把百姓当枪子儿。这就是所谓的政治，从来没有说你想到什么就什么啊，光明正大，正大光明。这世界上跟政治有关系的，不可能正大光明，谁来都一样，哪怕大禹治水，他都是到晚期，他都是荒淫无道，对不对？所以说政治这个事情啊，你就懂得去玩这个所谓的政治，你就知道什么是你该做，什么是你不该做，不是你好人就可以了，不是你问心无愧就可以了，而是有些事情你就懂得权谋。所以说可能有人把老师的话传给他了，可能我猜测了，也许大概说不定了。反正我现在人为言轻，人家也不大想理我。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他就是出来之后还不讲话，所以现在目前啊，你要去动他其实不容易啊，不容易。当然，你说检方可不可以再抗告或者再发现新的事证？当然也是可以的啊，这是检察官的权责嘛，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也有人说呢，民众党要去做这个一审的这个开放式审判。那至于怎么样，那就是黄国昌的问题嘛，又不是我的问题，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对不对？他不知道就不认识我，应该也不会知道了。那个黄国昌老师，这个在云端之上人，他应该也没有想说去理我这样的人，我想了，大概也许说不定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我们看后面发展就可以了。那我们只能说，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啊，各位你要去记得哦，在上周啊。其实，在上周的时候，老师就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但是无奈我真的是太忙于这些事务了。各位要去记得啊，中国东部战区啊，他们发布了一个什么呢？将那个旗帜插在宝岛上。哦，这个事情是一个喊话的一个军歌啊，类似军歌类型的，但不是正式的军歌，它就是一个文宣作品啊，文传部的啊，这种政治作战计划的里面这种啊，就是唱这个歌的记忆士气。各位，你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哦，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在对台湾的百姓而言，甚至对两岸的百姓而言呢，这个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了。我们之前说过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在成平的时候，就是它在一个完完全全是和平年代的时候，它并不需要特别的去展现它的军事肌肉，也就是它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大的阅兵。当然，每10年一次大阅兵呢是会有的。但是这一次中国所亮出来的肌肉，并不是只是跟他百姓宣扬哦，我们的解放军多有能力，或是我们怎么样哦，跟过去的这个喊话不一样了。这次解放军所做出来的阅兵啊，我们之前有谈过，他就已经是怎么样告诉全天下的人，老子我天下无敌，对不对？我这个覆盖全球范围的东风61，我想打哪你就打哪，不然你想咋地？我船过不去是正常的事情。因为现在美国还是会围墙独强很大一段时间，是因为美国在全世界都有基地，他有办法把他的军队啊投放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他有补给的空间。说他的军事基地之所以这么重要，特朗普他也不敢随意去猜测。你看了，现在特朗普讲回去那个什么阿富汗的军事基地，阿富汗就拒绝他了，因为这种军事基地你撤一个少一个，但是你没办法来增加了，对于美国而言。所以他就能不能掌握中东局势呢？其实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因为如果阿富汗战场、阿富汗的机场它还有，那么他其实现在巴勒斯坦大概也差不多玩完了，跟哈马斯全玩完了。但问题就是你的这个阿富汗的机场已经没有了，空军基地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不能投放。说中国面对到一样的事情，即便你的导弹东风61可以快递到全世界，但是你的军事、你的士兵跟你的物资，还有你的陆军，你是没有办法突破到全世界的。那如果你的陆军没办法到全世界，你的军事投放是有限的，那么你就不可能独霸全世界。所以很多人就说啊，中国现在一定是独强，未来美国看中国脸色，就并不会，好吧？没有这回事会发生，因为美国它就有全世界的基地，它从哪里打你，它都可以。但是呢，你能不能打到它所有地方不行，因为它的军事基地实在太多，你不可能把它每一个军事基地都炸掉。你去炸它每一个军事基地，你等于跟全世界为敌，那变成万人敌，那不会有一个傻子他会干这些事情，就连俄罗斯他都不敢干这些事情。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在这个状况来讲，我们就可以知道是说，整个现在整个的环境啊，就变成中国它可以坚守它的亚洲，它的也只能在亚洲是无敌的。包含什么呢？包含现在我们看到菲律宾、南海这个问题啊，中国现在展现的是无比强硬的措施，这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各位，我们2年前的直播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你不要小看南海这个事情啊，南海这个事情跟我们台湾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因为你往北跑，你跑不出去啊！中国那边有渤海舰队，你怎么跑得出去？对不对？北部战区渤海舰队，你怎么出得去？你跑不掉。你要横跨太平洋吗？不可能，你跨不过去啊！那你只能往南走，南走是哪里？你一定得经过南海，对不对？你要经过南海，然后到马六甲海峡，然后你才能够逃得出去。
如果今天中国解放军他已经跟菲律宾叫板是说你不走我就把你怎么样了，嘿嘿嘿了，对不对？那么台湾你就变成完完全全的四面楚歌，你跑都没有地方跑。所以你要懂这个意思。所以说，像看南海的事情啊，台湾的同胞们啊，你们必须要戒慎恐惧啊，因为南海一旦是说它大势底定了，而且我相信可能不到1年的时间，半年之内它大概大势就底定了，因为那个马德雷3号已经弹尽粮绝，它已经修无可修了。那中国现在强硬的态度啊，其实让菲律宾自己也明白，在这个所谓大阅兵之后啊，他完完全全再给他10年的时间囤兵囤粮，他也打不过中国。因为中国现在的实力是过于强大，在亚洲地区那是过于强大，强大到实在是真的美军来他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他就是如此的强大。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状况之下就要去明白，这个93的大阅兵已经形示给全世界看，我就是天下无敌，不用我二弟，我自己来就天下无敌了。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又推出了所谓的这个东部战区的这个把旗帜插在宝岛上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去明白的事情就是，他的出征，他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态度上面，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且我真的会认为，他就是2024年的后年必然会达成，就是2029年前必定会两岸统一。我相信我这个预测啊，是很早以前做的嘛，我们是2019年做这个预测，好像是吧？2019年做这个预测，到现在已经将近6年了，我从来不会改过，而且我认为这个是必然会达成的。你说再远一点的推背图预测，我可能会错。但目前为止到 AI 统治世界这个统一世界这个事情，我大概不会错。但之后我可能会错，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可以证实了。但是光在两岸统一这件事情啊，我们这个时间点大概率是这个样子，甚至有些人这是谣传啊，我觉得这个是谣言，这个是不可能会达成的。就是有人说在今年的10月25号之前呢，那这个事情就要有所动作。那我觉得可能性没这么高啊，顶多只有40%的概率，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绝对性的概率啊，因为现在似乎有点赶，但是兵者国家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慎，当然也是有兵冠神速的问题。如果到现在美国你的内部的弊病丛生，欧洲也自顾不暇，这个时候你说台湾，那么又加上你刚刚办完了93大阅兵，那似乎其他人真的要做，你也变成只能在口上功夫了，因为你有办法制裁中国吗？现在状况就是全世界经济已经到了一个晦暗不明的一个状态，你制裁中国，全世界都要通货膨胀，而且不是小通货膨胀，而是巨大状况的通货膨胀。尤其是你要加入制裁中国的，比如说欧洲地区或是美国地区，你要去制裁中国，无疑是把你自己经济变成了史前时代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进行贸易了，你既没有市场，你也没有原料，你怎么斗？所以这个状况就变得是说可能会，但是我觉得概率没有这么高，这是我听到的谣言，但是我没办法求证的，因为真的这种国家大事会跟我一个算命的讲嘛，也不会嘛，对不对？所以说我昨天听到谣言呢，就是说今年10月可能比较凶险一点，现在几月？9月21号靠腰921，那不是离10月很近了吗？是有点风险啊，只是我们要去理解这个状况啊，我们要去说。当他已经有军人的士气去唱这个所谓的军歌去让大家喊话，就是他把旗帜插在宝岛上的时候，台湾基本上就是中原的贡品，插在那边你就等着别人享用，这个是完全跑不掉的一个状态。台湾目前为止，你能够想到的可以撑多久的，或是任何的人会来帮你的，都不可能会实现。各位记住老师一件事，是不可能会实现。坚决不可能会实现，没有人可以帮台湾，哪怕是招式搞苗，日本招式这个叫什么？早苗啊，高市早苗，他当选了日本首相，也不可能真的如他所说，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因为他会喊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还没当首相，他就算当首相了，他也不敢出兵，他也绝对不敢出兵，因为中国的军队对到日本人就上了 buff， 你知道吗？那个整个战力跟战役啊，会乘上100倍。那你不是给别人当靶子打吗？我们讲很多次了，这个事情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差别的。所以日本人一参战啊，他们就是灭国的风险，参战就是灭国。我告诉你，日本的角色定位很明白。你说其他地方就算了，你只要日本参与到台湾跟中国之间的一些军事纠纷，他一参与等于灭国。因为中国不可能放过你，中国的阿兵哥看到日本真的是会增加他的 buff， 打台湾人可能还会手软一下，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但你打日本的不一样啊，国仇家恨啊，对不对？那真的是往死里打，而且绝对不会让你有生还跟有俘虏的机会。
啊，那这个打起来就不好看了。所以说，那日本人也知道，他也不会做这个无妄之灾，让自己陷入到险境的事情，他只能讲，但是他不能够做啊。这个各位去知道，政治的喊话跟实际的状况那是不一样的。韩国更不可能嘛，韩国自己乱的一个胡说八道了，对不对？他怎么可能去介入台海之间的事情？他没有一个人讲韩国话的，谁要跟你打这些事情？我们只有永和那边有个什么中心街那边很多的韩国商人，那其他地方也没有了，他们都已经台化了，对不对？也不算是韩国人，都台化了。所以说，我们要去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整个世界对台湾来讲，现在台湾是一个没有办法去得到任何帮助的。所以说，我们要看到台湾最大的经济层面。现在台湾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现在无薪假的企业已经高达333家，人数高达多少呢？已经有7000多万的同胞，他已经陷入到无薪假之内了。各位去理解这个意思，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但经营不善一定是会有，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统计出来的结果，大概是85%是跟美国提高台湾的关税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你关一间工厂，你可能就几百人了，你知道吗？说这333家不见得都是大工厂，有些小工厂可能就1个人到5个人。台湾人做工厂很厉害，1个人到5个人也可以开一间工厂，对不对？那如果他今天的东西卖不过去了，那这个就提供了5个人的失业率。但是如果这个厂有200个人，那他无薪假就影响200个人的一个那个无薪假的人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各位千万不要去小看，如果他的无薪假人数里面85%是属于美国高关税的影响，那么未来这个状况只会越来越深刻跟危险。为什么？因为台湾的老板我们不能说资方都是万恶的啦。台湾的有些老板是非常有这个同理心跟人情味的哦，这真的是有，老师有见过一些老板真的是很有人情味。所以说呢，他会什么时候把厂子给关了呢？他会撑到过年，你知道，撑到农历年或者是今年新年年底的时候啊，大家就遣散，大家拿了他所剩不多的家财，然后大家放一放啊，就变成是说这个厂就关了，那老板去养老了，对不对？那小孩呢出国了。那员工呢，我也给你们这些该给的了，剩下的大家各自安好吧，对不对？总不是说为了厂子，然后呢，我们就把大家一起拖死啊，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开工不是只有员工的薪水，你的水电瓦斯，还有你的原物料。电费那些都是钱，你不能把员工叫来，然后他那个机器不运转吧？那员工来了也很慌啊，对，老板能撑到什么时候？那大家还是会有问题啊。所以你要运转，但是运转就是亏本，你一运转就是亏本，很多厂子真的是这样，你运转就是亏本，那个不用讲为什么，因为运作起来你就有电了，水电这个东西就可能跟你的人工成本差不了多少。那么你还要发人工成本呢？那你有客户吗？做出来了卖不掉，那你进来的成本不就是垃圾吗？你亏本卖掉，那干嘛？我本来就要亏本的。所以这个事情啊，现在已经9月21号了，我们921的纪念日啊，这个很久以前的今天啊，台湾经历到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地震状态，而这个恐怖地震状态啊，就让老师那个时候啊，将近2个礼拜没有电，1个礼拜没有电可以用。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个时候真的是尸人遍野啊！这经历过那段时间的朋友，921啊，我们希望不要再发生，但是又很难避免它发生，因为这是老天的大地之怒啊，那没办法。然后扯回来这个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发现这件事就是说呢，现在我们台湾8月份的制造业的采购人经理指数就是 PMI 现在是47.9，已经连续3个月处于收缩的区间。那我们也知道，那个之前就是在美国，它就4月就已经开始就降低关税了嘛，对不对？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制造业会持续的低迷。那在这个状况，8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60%，降到63.31点，是这2年半来最低的水平，反映我们百姓对于这个消费市场跟经济前景是比较主要悲观的状态。各位，你不要想悲观是你的事情，我不悲观，我乐观对不对？那你可以乐观，那是没有问题的。你也可以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你真的也可以没问题。我相信我也祝福你每天都好。但是从这个指数里面，我们要看到，如果台湾的同胞他对于这个所谓的消费信心指数是降低的，然后呢，你的采购人经理指数也是收缩的范围，代表你的消费是降级的。消费降级的状况之下，那么你的商业怎么会好呢？对不对？很多人说台湾现在这个世界上要学美国都是服务业，那这样子才能够少受到一些经济冲击嘛，对不对？说制造业倒掉那也是大势所趋嘛，那你要转型就好啦，对不对？每一个人跑外卖不就没事了吗？
我还真的听过这种状况。我告诉你，这个状况你觉得很瞎，但是的确在某一些群体里面，他们的确是认为是，倒掉是正常的，我们因应时代的发展，对不对？那个制造业就不应该需要污染环境的，我们发展于那个服务业，就像我们的 America， 对不对？或是 Europe。他们都是做这个服务业的，所以说就没有问题，问题可大了。人家现在经济一团乱，不就是因为它都是服务业，没有工业嘛？这是很明白的一个事情嘛，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到了，如果台湾没有这些去做工业的，那么你就没有一些底气在手上，因为你别的不缺乏你的时候，那么我为什么需要你呢？对，加上百姓也不消费了，我既不消费，那么工厂也没了，那有些东西我是必须要进口的。那进口呢，他们那些地方会受到通膨的影响，那么卖进来进口的价格也变贵，进口价格变贵，那我一定要得涨价。那涨价就算了，问题是我没工作，甚至我降低收入了，我怎么样维持我的生活 ？Why？ Tell me why？Look at my eyes， 是不是？就没办法了。所以为什么老师在几个月前跟各位讲，台湾的经济一定是向下螺旋，你没有办法去挽救。我告诉你，即使是其他党去当我们国家领导人，这个状况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只能差5%。你可能关税可以多争取5%的收比一个空间弹性，但是基本上你也有20%到15%啊，你也是没办法抵得过日韩，加上因为他们的所谓的关税是有一些抵免措施，或者是你是有延后去支付的一个状态，那台湾不是啊。你出去你就得去跟你的那个甲方去谈这个关税的事情怎么解决，那对方一定要你吞下去嘛，对不对？那他一定要你吞下去，真的没办法。虽然是他们在付钱，但是他们也就要你吞下去啊，一定谈生意就是这个样子谈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说我们要台湾怎么样去发展，基本上是很难的，是非常非常困难，你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振兴台湾经济的活路。加上现在很多人问老师台湾的国民党选举党主席的问题。就我刚才所谈到的结论，国民党谁当党主席都是没屁用的事情，因为这个大势所趋，你根本就改不了，谁当党主席都一样，你就偷个乐吧。现在就是像袁绍嘛，袁绍3个儿子在分他们自己的家产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你根本就只是在把剩下的东西做一些分配而已。那这个时候刚好那个柯文哲又没办法讲话，所以这一切事情就变成一个罗生门就等蓝营自乱自乱阵脚的事情。但是能乱多久呢？也不会乱多久，因为你毕竟你有外敌，那就是我们现在伟大的党它会有一些外敌，所以他们最终还是会整合起来，只是样子不好看。我并不看好国民党他们本身，他们对于权力跟他们的一些老人家，他们愿不愿意交给新时代的状况。我觉得很困难，我真的觉得很困难这个东西都不重要，重要是整个大势所趋，因为台湾是没有办法去挽救的，只有唯一的最好的方法，当然就只剩投第一滴，对不对？我们想办法腰弯了，把钱给挣了，这才是我们的活路。但是现在，即使我们弯腰也没办法，我们跪下来也没办法，我们就只能高举双手才有办法。这个不是老师要讲到投降主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现在这个状况，你去跟任何人谈都没用，好吧？所以这个状况其实台湾的状态其实跟亚洲状态是很像的。从台湾可以看到，整个亚洲其实并不这么样的容易去处理说你中国对这个地方对世界的帮助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因为这个是很现实的状况，好吗？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我看一下馆长呢是因为他在台湾的没有什么生意了啦，你真的以为他真的是怎么样吗？他就是因为发现中国有利润，而且利润还颇高，你以为他在抖音真的没挣钱吗？我看过他的直播，看过他那个状况，一看就知道他那个妈会挣钱，而且他挣钱的程度超乎他的想象。事实上是这样没错，那为什么我陈老师不去中国挣钱呢？妈的，我这他妈黑五类这个屁我去那边不被别人抓起来就不错了，还挣钱不一样好不好？一个算命的想去中国挣钱，把你抓起来对不对？不行好不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馆长他的有眼光真的是好的，因为他也发现那个地方挣钱容易嘛。你知道他还有一些台湾的 buff 在，这些光环在，所以我相信他的团队也帮他做很好的一个形象塑造。我有看他的抖音，也看他的直播，我觉得很厉害这样的人，我觉得这很厉害的生意人只能这么讲，好吧？外太空有彗星撞地球 ，OK， 那就撞吧，撞也好，我撞也好，我也没什么关系只要人来撞，我也觉得 OK 了，反正大家一起死嘛，对不对？我去另外一个世界给你开直播，没事的，好吗？股票为什么一直创新高？什么时候可能崩盘？你不要去期待崩盘这个事情，你要做的事情是不要进场，各位这几个月老师的流月总论里面都有跟你讲是有利润的，那是真的都有利润这是真的都有利润。但是我不会强调让各位去进场，因为进场现在这个时间是极不稳定的。
这个东西啊，其实从经济的脉络里面可以看到，当这个你知道它一切一直往上，而且是不合理往上的时候啊，最好的问题你不是要期待它，你要什么时候买到高点，然后等它崩盘大赚一笔，而是你不要参与就是赚。你有看这个从美元它从38000点的时候，我一路看它到46000点，我有没有想要进去？没有，我都没进去了，你知道吗？我最近都没在玩，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说我没有去看它，因为是我也知道它会涨，但是涨又怎么样？难道谁不知道那个要降息的事情？那个前几天，这个前1个月大家都知道它可能之后降息，你那个时候买基本上都是会赚的。但是你不要期待它崩盘，因为它会在大家都觉得不会崩盘的时候崩盘，一旦崩盘，那个就收不回来了。你要去了解美国经济的它一个特色，你就会后面就会知道是说，这个所谓的股市啊，现在就是不进去你就是赢家，不进场你就是赢家，不管你现在赚了多少。你只要不进场，你必然是这个投资局里面的最后赢家，因为钱在你身上，好吗？日本人引进那个印度人才，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好吧？因为日本人他这个东西是他们很强的排外主义，他引进印度人还是会有限的，而且他最后还是会把他驱逐出去，因为日本人就是这样的族群，大和民族啊，他们的就对于这种种族的专一性啊、单一性是很看重的。说不要说任何人种了，就算是欧洲美国人，他们也不是这么的欢迎，他们只欢迎日本人，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外国人在日本人也不见得可以得到好处，哪怕各位看到漫画上面或看到很多节目上面看到那黑人啊或者金发的啊，在日本很吃香，那不是大多数人，那就那几个人吃香。你想去日本去寻找理想的外国人还少吗？但是有几个人能够做起来，对不对？这就是道理，就是他们是很排外的，然后不接受外国的任何的人在日本占到太多的好处。所以印度人即使进去，当日本人发现他没有什么作用的时候，甚至他想引来更多的移民的时候，日本就不会让你待那个地方了。他不需要跟你讲道理，他就是叫你滚蛋。那这就是日本，好吗？两岸统一之后，大陆会救台湾经济？这个就不会啊。两岸统一之后，它只是不影响台湾经济，它不需要救台湾经济。每一个地方的经济，中国他们自己有调控措施，而且台湾它只要统一之后，它只要正常的往来，那么基本上各位你要去理解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说不用救？因为国内之间你还有关税吗？统一之后我们就两边变一国了，一国之间你会有关税吗？没有关税呀，哈哈，那你根本就不用谈什么服贸货贸了，大家都一样的贸，你知道吗？但完全没有关税的状况之下，那么台湾那边这个区域这个优势啊，就是直接得到的。你进来很便宜的东西，台湾的百姓我们的收入其实，还是有点竞争力的哦。其实看地方，大部分还是有点竞争力的。那么我当没有关税之后，那中国那些廉价的商品就会涌入台湾，那么我们就会过上一段好日子。不是因为大陆救了经济，而是因为我的购买力增加了，是不是？我现在买一些什么东西，一个保护贴啊，那真的可能就50块、100块台币就可以买到的东西，对不对？或是我去买一些衣服，是不是可能就有现在的半价啊，或是6、7折，是不是？我有很多东西我就打大折了，因为国内贸易你是没有关税的嘛，那没有关税的状况之下，那你不就是过好日子了吗？就这么简单，然后不要去想说他们会给台湾多少钱去怎么，你没有打那些毁灭性战争，你没有打热战，没有说炸了台北变成一片废墟，他是不会丢钱的，没有必要丢钱。你去看香港就知道了，各位，你看香港就明白了，香港是一个和平转移的过程。那除了当时他们有些占领中环跟黑港世界之外，基本上香港的经济是认为他自己去发展的，中共并没有花太多钱去维持香港的什么问题，甚至海埔新生地之类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大张旗鼓去干，它让地区型的经济维持地区型的发展。因为大陆的土地这么大，广东广东省这么大的经济体，江苏省这么大的经济体，他们也是让它自己发展，他不会把广东的模式移到湖南去，不会，也不会把这些上海的模式移到湖北去，也不会，就是所以说每一个区域他们有每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的模式，他不可能是说为了救你台湾一个，我把钱一直不断丢在台湾救你们的经济，不需要救，只要贸易没有关税，你他妈的日子就好过很多。你水电瓦斯基本上所有成本都摊下来了，但这个还不够嘛？你还要多少啊？对不对？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个差异是很大的。所以老师去深圳的时候，有看到很多的房子啊，那些贵客跟老师介绍，很多的房子楼盘啊，当初是香港人进去炒的啊，现在赔了一屁股。
为什么？比如珠海啊什么地方呢？有人买很多，因为他在香港工作，然后香港上班，住在香港，那他们在那边买很多房子，然后以后就让它涨价给赚钱，赚也有时候赚到了，赔也是赔了一屁股了，对不对？现在是对折价还去卖的。我不是要取笑他们，真的觉得人到无语的时候呢，真的会笑出来。我操，这亏的程度真的是令我觉得哇，这也只能这样了吧？啊，也不能说什么。而且在武汉买的人真的是赔了不是40%，就只剩下4折、3折跟4折。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所以印证老师之前所跟各位讲的，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你不要去买，它一定是下行的一个路线。有些东西是维持稳定，但是基本上你是下行路线。下行到什么时候呢？这2年不要看，之后才会慢慢的稳定，跌到大家都不想买的时候，它就稳定了；不想买的时候就稳定了。你想买它就不稳定，你不想买了它就稳定了。稳定之后呢，它也不会太涨，就维持一点，跟通货膨胀一样的上去。但是你要回到2023年。2022年那种高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好吗？台湾无人机产业发展起来吗？台湾无人机产业发展不起来，因为你缺乏了很多的技术人员。说它的台湾无人机产业，你要去跟大陆大疆他们去比，那是有困难的，因为很多的技术核心，你用 GPS 或者其他的一些技术啊，那是比较难的啊，不容易，好吗？靠大国就好，两岸一家这是想法了啊，能不能达到是一回事。两岸同意2年后孩子要服兵役，担心自己如何回避？不用回避啊，那就当兵呗，对不对？我陈某人第一次台海危机的时候，我跑去了市公所，要求我立刻要当兵，书我也不念了，我立刻要当兵。咋地？我死了吗？没啊，对不对？那时候真的要打了，是不是？没事，我之前当兵，我还要求我去马祖，反正马祖是我爸的老家嘛。对不对？我马祖的第2代，我就去老家，对不对？站在各什么共产党的对面，拿着枪，有本事你来，跟你拼了，是不是？结果没事。两岸在打的时候啊，基本上台湾的军人呢，你大概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了，这个大家都会躲了啊。这个我觉得到最后，你各位要去记得一件事情哈。最近有我们的伟大的党的领导人讲过，他说不要相信他会投降不要相信他会和谈。也不要相信说他会有任何的卖台行为，他一定会死战到底。当有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各位你就去想任何的政治风向球都是有它的其来有自的。所以说我们要反向思考，他是不是在想刚才那些结果呢？这是有些可以去理解的地方所以说我相信我们党领导人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他不会干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反过来想的时候，推背图这个景象就蛮有意思的，忘记什么的可以看老师第40项的推背图，我已经讲得很充分了，好吗？目前服务业都是外国人，但学会日语才去工作，他们不会给你真的日本身份，那是2回事。而且你所谓的很多都是外国人，你的妈的本体其实是不够多的不够多的。日本人的企业并不是只有这样子，因为可以去欧美很多地方，一般不会去日本，这是的确的事情因为在日本不好发挥，因为印度人他的工作时间没办法那么长，说白了吧，他们比较倾向于像欧美那种工作的这个 tempo， 他们比较能够接受。你看日本那种没日没夜的，从早干到晚的，印度人没办法，这个也是一个考量范围之内。这个事情是很现实的一个状况，轮班的可以，但是你让他早上6、7点，然后干到晚上3点，然后呢再从隔天早上7点再开始干，这个事情印度人做不来，他一定跟你翻脸，不可能。台湾当就流亡海外吗？基本上你南海封起来了，你想流亡也没办法，懂我意思吗？没办法的。你南海事情一旦解决，你飞机插翅也难飞，坐船坐飞机都没有办法。解放军已经在台湾的另外一侧，已经在那边告诉你，你出不去的。这次去年的所有围台军演，各位都已经看过，他把它包围成这个样子那联合利剑2024、2025都一样。他已经告诉你包起来了，你所有港口你能出去的地方，我他妈的把你包起来了，你插翅也难飞。想流亡可以提早出去，不然你真他妈出不去。但是问题是，上次我们伟大的总统要出门也出不去，那你现在还来出去吗？你能出得去吗？要想的是这件事情，好吗？好，来，我们继续下去老师喝个茶。所以我们继续下去在这个状况来讲我们看到第2件事就是马德里会谈不是骂脏话叫马德里会谈的确是这样，马德里会谈。这个马德里会谈其实我们可以很明白的知道一件事情美国一直讲夺取这个主导权
尽量在台面下把这事情给圆了，然后台面上的事情，那美国要赢得一点面子，里子这个事情啊是无所谓的，因为里子啊，其实大家慢慢的去瞧，那我们去得到的状况，但特朗普要的就是我面子要赢，我一定要赢，我什么东西一定要赢，这是我们的美式的赢学，那就跟印度一样，对不对？被打败了就说我们没有输，只是对方损失比我更多，那我就是赢了，所以我要办理一个诛杀节啊，这个事情也很好，每个人的赢学是不一样的，那到底他百姓相信了、啊，对不对？他百姓相信了，那就可以了。政治就是这样，政治不需要真实，他只要你相信、你服从、你同意，那就是所有事情的结果了。而中美这在马德里会谈他在第4轮经贸的会谈里面取得一些框架式的共识，这个是公开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进行了坦诚而且公开的有进展的谈话。那这个状况之下，各位已经从这个地方知道，就是说 TikTok 的问题他不卖了，对不对？我可以给你一些股权。那结果是其实跟我们在5年前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我们所讲过，5年前吧，还是4年前，反正就是几年前了。特朗普在任上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 ，TikTok 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你那个时候有优势的状况之下，你只要要求 TikTok 的多少股份给美国，美国就可以取得它的一个主控权。那么你这个 TikTok 你继续存在，对美国就没有影响。所以现在谈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让 TikTok 然后让美国去入主，你持有它的股份，而且美国人的个资是存在 Oracle 里面 ，Oracle 这家公司它数据库公司里面不对中国传递，所以这是变成你数据库分流就是在美国的人就是用一个数据库，那美国以外的用一个数据库，那这个东西跟我们之前所谈的结果是不是一模一样？跟老师5年以上的老粉，你是没有想到，老师之前讲的就这个方案的，对不对？我们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他就按照我的方案去走一样。对不对？它就是谈起来，就是你入股，然后呢，资料库放美国，然后结案，继续结案了，没有了，对不对？就没有了。那其他东西你要强制出售，比如说它的算法什么东西的，那中国就说很简单，我依法对技术出口做审批，意思就是，你可以提要求，我看看同不同意。那基本上我是不同意的，对不对？那也没有用啊，对不对？我们搁置争议嘛，是不是？你就没办法了。而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呢，美国它会缩短了对半导体的一些投资障碍审查，让中国在新能源金融领域之内还要扩大开放，让那些国外的资金能够进去了解这些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很多的状况之下，我们发现到这个会谈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暗潮汹涌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呢？你前面讲的这么好，比如中国跟美国谈了马德里会谈谈得这么好，那你又发现就是说中国去禁止所谓的这些。NVIDIA 辉达它对中国的销售，意思就是我们谈归谈，但是呢，你的所有的方案我不听，你在我这边得到的，我都让你加倍的吐出来，就这么简单。所以辉达、黄仁勋讲的这些所有的一些对中国的示好跟布局完全都没有用了，因为美国他认为，第一个你要给他15%的出口税第二个就是说呢，你后面安装后门。这个事情中国是不接受的，而且他也不见得查得出来。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已经确定了我以量取胜是没有问题的。加上他们现在除了细晶他们的硅基的这个所谓的半导体之外，他们还有碳基，对不对？他们有其他的一些原料可以去使用的时候，那么我就不需要进口你现在的晶片里面来去得到我自己的一些危机在里面。像腾讯阿里云他们都跟那个辉达去抢购了这些晶片，那现在打水漂了。中国就跟你讲，过去有道德审判，就是你不要去跟他买你还买商业的考量，我也觉得也是很合理的，因为毕竟辉达的晶片的确是比较好，那真的是这样。辉达的晶片是至少跟中国差2个世代，那肯定的，那个绝对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但是他用量取胜，蚂蚁啃大象。那当然你就有机会去弥补这方面的一个距离，但是差距还是有，量再多你没办法超越别人，就是没办法超越别人，这个也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说谈了之后，你辉达一样没有办法开放，那你中国还是用他自己的脚步去守护他自己的一个长城，就是他们的产业的长城。那另一个部分就是说呢，中方对美国的丙酸加征23.6%的反倾销税，而且对美国模拟晶片发起反倾销调查，就是辉达。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如果你不跟我谈，那我就继续按照你制裁我方法去制裁你，对等制裁，这一项加一项的上去。那美国现在能不能立刻做出反应呢？是有困难的他现在没有更好的牌去跟中国去谈，但是不代表他没有完全是没有办法，只是他的内忧外患是比较多。而农产品部分当然。像这次没有在会谈中直接解决因为这个美国大豆的问题是目前为止是没有解方的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所以在这一次的马德里会谈之下，只谈出了一个是说大家愿意谈，但是呢，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进展，而且反而更加的严峻。更加的严峻，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中美之间的矛盾，大家只是演给大家看，我们在谈，但是我们谈不出个结果，我们也不打算谈。那中国把持是什么呢？拖字诀，他只要拖着，美国就会想办法让步，用拖的方法去跟你打。对，美国现在它还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虽然我一直说它现在危机很大，但是整体美国的国力跟它的经济的韧性还是很强大，还是世界首屈一指的。那对于这么强大的敌人，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拖死他。之前司马懿就是拖死诸葛亮在五丈原。他不是他有办法打赢诸葛亮，而是他可以拖死诸葛亮，拖到最后三家归晋。你说他拖字诀厉不厉害？所以中国只要拖，我有资源，我有粮食，我有能源，那我就拖。我拖到你这个巨人真的忍受不了，站不住了，要回家的时候，那么我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赢？而且现在的美国也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啊，本来应该下一节讲的，我们讲个很有趣的事情。美国现在对签证 H1 那个 H1B 的签证需要你有10万块美元你才能够用。那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没有看我们中国的中国这个经典叫做谏逐客书。你把人才往外赶的时候，你这个国家想保持的纯净的国家血统，你就已经迈向灭亡的道路。会懂老师意思吗？任何国家你想保持这种纯净的血统，你必然走向灭亡的道路，那个是没办法的。你除了广纳人才之外，你没有第二种选择，这个是很血淋淋的一个状态。即便是日本，它还是有外国人的 CEO， 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还是有外国人 CEO， 但是做 CEO 高管可以了，因为他不用从早干到晚嘛，对不对？社畜就不行了社畜你做太久，你要去当史莱姆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去明白，当美国去做这种逐客令的时候，就等于把他自己未来的发展活生生的掐断了。所以美国不会输在现在，但是他未来一定会付出这一次逐客令之下最大的一个损失。好，各位一定要去记得，好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是说，这是马德里好像是有了缓冲的状态，但是其实都是各怀鬼胎，大家都在想，怎么样去多赚对方一点，而且在我不让步的状况之下，我可以多赚一点，那个其实是很难的状态。所以目前为止，我们在马德里会谈里面最多看到的还是 TikTok 跟投资壁垒上面取得了一些好像有进展的进展，但是实际上它也没什么太大的进展。说真的，股份要卖，难道你是2天就可以结束的事情吗？你透过投资审议还有一些规范弄起来，没有半年1年你干得完吗？真干完了，世界局势一变，那前面的交易作废，这也是很常见的事情。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其实这个东西只能变得给世界一个想法，就是中美现在有要谈了已经有进展了，但是呢不会这么快。那我们至少有开始谈了，变成的是有愿意谈，但是怎么样呢？就是大家互不相让大家也互相有底线，大家也互相保持了筹码，但是呢，就看谁拖得最久，然后还可以活下来。浪退了，谁会还是站着呢？这就看看什么状态了，好吗？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不知道能把这个书讲完了曲老师，这好玩吗？四川好玩吗？美国方长为何9、3月闭后发言结声，不与中国发生冲突？那当然，他都已经有覆盖全球的东风61，你跟他冲突干什么呢？没用的那完全没用的，好吗？中国稀土源头，中国稀土的优势并不会维持太久。各位，你要去知道，美国擅长做谍报，加上你现在马斯克已经离开美国政府效率部了，所以他们的情报人员会慢慢的去找回他们的饭碗。所以是说，中国的叛徒一定会出现。这个墙天下没有透空的墙所以中国稀土的这个精髓提炼的一个方式我相信在2、3年之内美国也会了。没有什么东西是只有中国会的啦，你不要想中国稀土是所有最厉害的，没有，我告诉你，真的不会有。提炼技术这2、3年一定会在欧美国家，他们会找到自己的提炼方法，然后呢，他们可以自己生产稀土。稀土不代表它很稀有，它到处都有，只是你能不能把它提炼出来。中国有一个方法可以一次提炼出来17种稀土元素，那是中国他们那个很厉害的科学家夫妇所研发出来的，但是不代表只有他会对不对？其他人也会这个机密在中国的那些专业人士里面有，虽然被管控的，但是这几个月也有发生是说稀土技术正在通过第三方去转移到外国去，对不对？都会有所以说
人在贪恋有的时候啊，你的国家技术啊，什么东西一定会外流。那加上他们自己也有这么多的博士，这么多的精英，所以说中国稀土的优势不会太久，一定会让大家都到欧美的地方一定会有自己提炼的方法。好，这个是必然的事情。而且啊，各位你要去明白一件事啊，稀土的东西啊，不是只有中国有，全世界都有。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这个初中生最讨厌的这个元素周期表啊，元素周期表啊是俄罗斯人所创立的，好像门德列夫吧。他所创立的元素周期表啊，为什么是俄罗斯人可以创造出元素周期表？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家很厉害吗？所以他们的智慧高出欧美人很多吗？不是哈，因为呢，门德列夫啊，他是俄罗斯人，而俄罗斯的这块广袤的土地上面啊，所有元素周期表他都有，理解我的意思了吗？嘿，俄罗斯它的土地上面所有的元素周期表上面的所有元素它都有。嘿嘿嘿嘿，这就是他可以做出元素周期表的原因，因为在他家可以拿到了。所以说提炼方法一旦突破啊，这个让全世界很快就会知道啊，那个大家必然可以从稀土上取得自己想要的。中国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只有延后别人懂稀土的时间，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的锁住的来源。但是还是一句话，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终究还是会流出去，终究欧美还是会想办法得到这个稀土的原料的提炼方法。那这个事情就进入到世界另外一个军事大军备上面了啊，这就不一样的事情，好吗？哦，那你说环保代价他们搞不定？不会啊，不会，在所有的利益面前，环保不值一提。我可以跟你很证明这件事情，稀土制造大量的污染又怎么样？有提炼石油那个最持续性的伤害吗？没有嘛？有火力发电持续伤害吗？也不一定嘛。但是为什么美国还是继续开采石油呢？还要继续去焚烧这些火力发电呢？他们有钱赚啊！环保是个嘚儿啊！我跟你讲，那是个嘚儿啊！这么环保撑不起，肯定撑得起，只要钱到位，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为资本挡路的，没有任何所有事情都在利润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都可以让步的。各位不要怀疑这件事情，就连中国也是一样。在利益面前，环保不值一提。中国以前真的是都什么样干净发展起来了吗？想得美，他们是先破坏再整治，那些污染之多，各位不要说多少了。奥巴马年代那个时候的北京，你要出现过 APEC 蓝，那是什么原因？那就是因为污染他妈太严重了。你还记得北京有这么严重的污染时刻吗？如果你忘记了，那么你太年轻，你可能才30岁上下。真的，你活到老师这个年纪，40、50岁的人，北京的 APEC 蓝那是什么样的想法？那是北京难得没有雾霾的天气，懂吗？好吗？这个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影响在。AIT 台湾第一未定论，包含国务院姑且顾不有说台湾没有光复节，这是历史的关键点吗？不是，因为现在中国不会去允许你所谓的这个中华未定论，未定论那个只有是说不具名的 AIT 的官员去讲出来的中国未定论。那国务院他所说到这件事情，白宫他会不会继续这个论调很困难，因为你等于是把台湾双手奉上给中国，给他做个球去拿。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快被收回，因为他真的官方文章上面是并没有讲到这件事情。那他只有是说说法的这件事情，但是真的去做，没人敢去做。你一旦做了，你不就等于让台湾去开门欢迎解放军进来家里走一走吗？你不是找自己麻烦吗？台湾的政客去讲任何事情，那是嘴巴长在他们身上，我们当然尊重他的想法，我们别人不尊重我们，我们可以尊重别人嘛，对不对？但是呢，就现实上而言，如果今天美国总统敢说台湾地位未定论，然后两岸不属于一个国家，我告诉你，早就打起来了。但是川普说了一件事情很简单，台湾跟中国是一个国家。各位你们看最近的新闻，特朗普就已经说了，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那中国是哪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不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不知道，对不对？他就保持那个模糊，但是他已经快绷不住了。快绷不住了，说这个事情啊，不用去想是说那些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啊，这个简直是笑掉大牙的。那骗一些百姓可以啊，对，写一些去激励他自己的民调是可以啊，但是任何一个有历史常识的人都觉得你在搞什么事儿啊？你这个事情是完全不合正脚的事情。他为什么这么小一个篇幅？就是因为他必须去帮别人去巩固他们自己的民调，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还麦克阿瑟命令蒋中正去接收台湾，这个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想法了，我尊重他的想法了，但是你觉得蒋中正会听你的命令哦？
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怎么会理你呢？对不对？台湾签那个那个什么台湾土地回归到中国是给谁？给中华民国，对不对？在哪里签的？西门町红楼、中山楼，西门町中山楼就是签这个让渡的地方，有兴趣大家去看一看嘛，对不对？这样看一看嘛，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啊，都可以看到的事情，好吧？这个是很现实的。我靠，我今天讲不完了，这太扯了。好，我不扯皮了哈。来，我们看美国农业的问题啊。美国农业问题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啊，我们就看了中国啊，美国啊，它的美国外债啊有多少？有33兆美元。然后呢，过几个月变36兆美元，现在已经突破40兆美元的美债了。哎呀呀呀！你有没有发现啊？特朗普真的很会花钱啊，钱花到哪里去？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没钱花了。对，各位来发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之前我们在说啊，他那个破产要突破那个100兆美元啊，那可能10年内就会发生。我靠，就光这个速度啊，我看真的不用5年，他可能就要突破80兆了，对不对？他现在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突破40兆美元了，他这赤字还在光速的一直不断的往上去做。那么农业的问题就是包含大豆的问题，对，大豆50%以上订单是由中国去做承接，但中国现在不买就是不买，是不是？你跟他讲你是故意去针对我的吗？他说不是，那是你卖的比较贵。所以说呢，按照商业的准则，我们要去保持这个商业的行为。所以说我买巴西的总对吧？听起来也是合情合理呀。但是当美国去偷偷把大豆倒到巴西去的时候，人家也说，蛋白质不对，对不对？产地你吃的土就不是这个东西，微量元素也不对，所以说我要买的是巴西豆，不是美国豆，所以说你也不能这样搞。对不对？等于说变成你想绕一圈洗产地，中国不同意，那这明着是说商业行为，暗了就跟你讲，我他妈就挤兑你咋的？你想咋的？对不对？所以特朗普他就希望他能够承诺351亿的美元去补贴这个农业，以及高达4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啊，这个东西就包含他那40兆美元的债务底下他能够真的拨出多少钱，这是一个问号，因为两个加起来都已经快到700兆美元了，700亿美元不700兆，700亿美元了，对不对？700亿美元啊，开什么玩笑？那个你讲起来好像很简单，你真的有这么多钱去给他吗？对不对？没办法，因为你还要钱去付利息啊，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些大豆农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拿到这笔钱也是个问号。即使拿到了，那他明年怎么办？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今年他拿到补贴了，也是大的农场主会拿到，小的农场主大概就破产了。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跟之前的都讲过的事情。大的资本家一定是优先有这个政治的资源，因为他雇的人比较多，他的资本雄厚比较大，所以他拿到这些资源的概率比较高。那你先农业当地的 farmer 一个小小的来一个几百亩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小型的农业，那我当然是没有必要去先给你嘛，因为你的规模体量太小了。按照商业眼光来讲，我当然先救大的，大的不倒，小的就倒也就算了，因为全部小的加在一起还不到一个大的那么多的体量。所以说你的小农户你就可能只拿一点点啊，最后你还是在年底的时候你可能还是破产。而大的拿到了，它会不会就有用呢？我们之前也提过，拿到顶多你只是不亏本或者没有亏到底，但是你还是亏。为什么？因为它的补贴只能覆盖农民的60%的成本，你还是得负担40%的损失啊。这40%的损失能不能通过卖掉大豆来赚取这些钱呢？没办法，就是没人下单。你只有中国可以买。那如果你现在你拿60%的补贴了，然后你要打4折的状况之下，把大豆卖给中国行不行？我告诉你，还真可行，还真可行。中国白捡的便宜嘛，你打4折，不要说4折，对半砍5折的钱卖给我，我当然收啊，收没有问题。我告诉你，收肯定没有问题。问题是你明年要干嘛？你明年干嘛？我这一批卖出去了，我明年我涨起来了，我再去卖你这个价格吗？不可能，因为美国不可能无节制的去补贴你嘛。对不对？他只会说你，不然你不要跟了，对不对？你就变成自然覆盖、减产、休耕，是不是？或者免耕？那这是你的贷款在那个地方，土地就是贷款，那个资本就是这样运作的。你跟银行借那么多钱，就是知道你每一年都有这客户买这些农产品，所以说我们每年借钱，每年还钱，然后赚一点钱，借钱还钱赚一点钱。基本上这个就算是农场主，他也是为银行团打工的，对不对？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今年把这批量出去了，那我新的种子要不要买？懂老师意思吗？我明年耕作种子要不要买？买了之后，那么他们还有农药，还有机具，还有人力，还有所有东西成本也都要下去。
好都下去了，也拿到补贴了，那请问我涨起来了，我卖给谁？在4折卖吗？在5折卖吗？那不是完蛋吗？那贴本买卖的生意，你农场主愿意，美国政府不愿意啊，是不是都不可能愿意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它的土地又发生一个问题。美国农业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农业的科技非常厉害。你这块地种了这个大豆，只能用他们的农药，也只能用他们的一个肥料。所以说，你只要用不同的，你这个就长不起来。那你现在能不能换到其他的作物也不行，你得土质改善。你这块地锁死了，只能种大豆。这个有针对这个农业真的去深刻了解的各位朋友应该都知道，对农业有深刻了解，你就会发现，的确是他们的农药跟他们肥料跟他们种子一旦碰这个土地之后，这个土地只能适应它这个种子、这个原料、这个肥料啊、这个农药，其他都不行，其他都不行。那有没有可能把它复活呢？可以，你再放个3-5年不耕，或者把它重新的施肥，重新改善土质，3-5年的时间吧，它又可以种新的作物了。3-5年啊，你干脆叫他去死算了，3-5年谁亏得起啊？那没有办法的。所以说，很多人说，那中国现在不买，那美国换成其他的作物，美国还一样活得起来。想是这么想，但实际是做不到的。大豆没种，他们就等于没有。那如果你明年不种，那又有问题啦，对不对？美国的大豆如果明年也不种了，那这个生意场上很简单，你的客户知道你不做了，那我跟其他人建立了新的贸易管道，等于说美国就完全放弃了跟中国之间的农产品的合作，就变成中国跑去跟阿根廷啊、跟巴西啊、跟其他的国家去做这些农产品的采购，我就不跟你美国买了啊，除非哪一天你比它便宜2成，然后我就跟你讨论嘛。对不对？但现在不是啊，现在不是啊，你不可能比它便宜2成的啊，因为你美国就是已经有高关税了，你的所有成本都是提高的，你不可能便宜，而且你的百姓也要更多的收入，你才能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说，你既然把自己的生活品质变那么高，不要说品质啊，币值变那么高，还有你的这个所有的一些进口的成本变那么高，那么很简单，资本家继续赚钱，农户会完蛋，而且农户一失去客户，那你要再把这个客户拉回来，就非常难了，就非常非常困难了。所以说农业转型啊，这个基本上在美国这个地方是很难达成的，对中国很容易达成。对，为什么？因为在农村，我今天不想耕了，都是小农，我不耕了，我明年换，今年不种西瓜，我明年种辣椒行不行？还真行，还真行。它这可以是随时去转的，因为它的规模没有这么大。除了棉花以外，新疆棉花以外，其他地方规模没有这么大，大规模的很多都是国家的，所以你拿它怎么办呢？他们国家的做法又很简单，他不会把土地锁死，以后只能种一种农产品。中共也不干这件事儿，所以很多事情啊就变成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根治它。所以现在中国的去美国化的成效啊是非常的成功。就拿大豆来讲，巴西的大豆市占率啊，从2016年40%到现在2025年的78.3%。所以说就变得很强，就变得是说巴西就仰赖中国很深，他未来还敢跟美国就是说啊，我跟你去一起挤兑中国会吗？不会，因为他们农产品都是中国去买的。那以后巴西不买怎么办？那中国自己也有所谓的大豆振兴计划了，等于说他们自己也开始种大豆，就他会逐年降低对别人的依赖。但是呢，进口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进口是维持关系维持好，那国际上面就有人帮你去处理，因为你不能全部的利益都自己拿。你要懂得分别人一点汤喝，别人才会帮你嘛，对不对？哥的大哥，你要有饭吃嘛。哥的大哥妈饿了半死，谁要你认你当大哥啊？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目前美国农业基本上是很难你去做挽救的事情啊，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看到的状况，好吗？那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美国以外，英国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英国也是有问题的。各位，你是知道英国啊，在当地时间9月13日啊，英国伦敦就发起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抗议事件啊，就游行抗议啊。就是抗议什么？就是你要拒绝外来移民。那英国现在进行的外来移民的一个抗议的问题啊。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号称是100万，那是不是真的有100万？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真的是100万。但是实际上来讲，英国对这件事情你是很难去处理的，因为你既不能说完全没有外来人口，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是说现在此时此刻把这些外来人口立刻赶出去。所以说很多人前几年跟老师讲说啊，老师我要看能不能我到英国啊，到欧洲去生活。我说你不要去干这些事情，你在去那边干任何事情，你都不但害了你自己，害了你自己的子孙、儿子、孙子都会被这个影响。他说不会啊，这也不懂英国啊，英国怎样咋地。我说怎么可能？因为整个国运跟气势就是不往这边走，就是你来找我问事，他的卦象也告诉你不要去，对不对啊？最后有没有人去？有
还是有。那现在怎么办？撑着呗，不然怎么办？从他老家拿钱继续去供着他呗。为什么？因为涨价涨得厉害，是他的薪资跟不上啊。你一定要是自己娘家的自己这个原生家庭的人去给你供你补贴啊，对不对？那跟中国很好笑一件事是什么呢？家里已经供不起你上班了，对不对？你去上班，家里还补贴你钱，不然你在城市里面活不下去。儿子去上班，老子还得补贴他一点钱，那付费上班的状况会产生一样的事情啊。在英国也是一样，你在英国也因付费上班，你付的钱更多。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外来移民这个事情啊，在任何国家，当你爆发外来移民抗议的时候，你这个国家必然江河日下，这是必定的结果。看看德国，德国被有某人进去的时候，他也是有这个状况，因为影响到他们本国经济了。那么后来爆发了什么事情？各位知道了，落榜的美术生，他给世界奏响了一个美丽的画面，那个画面到现在还是真的是让很多人余悸犹存，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啊，包含了是说你这个英国啊，或者其他国家，无论针对的是印度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都是一样。好，现在加拿大也有这个问题，对不对？你像澳洲也有这个问题，我不是针对印度人，是各个国家的移民都有，包含中东移民也都是有，都是会有的状况。所以说啊，现在这个机会对立啊，几万人，或是一些上百万的说法都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排外思想一旦产生了，这在百姓的心目中啊，就变成一个毒刺。那这个毒刺啊，怨恨跟仇恨啊，只会不断的扩大，你是很难消弭的。有人说老师不会啊，像美国那么多次的这个黑名贵的事情，那么多洛杉矶大暴动这些事情，不然后来都好了吗？不一样的，因为美国那些事情不是外来移民可以影响的，他们是本身的民族矛盾，对不对？不同主义的人在他们自己国家内的民族矛盾。弗洛伊德他本来就是美国人，他又不是什么埃塞俄比亚人，对不对？他也不是纯正的非洲人，他很多人都是你当地的土生土长了，已经不是只有2、3代的问题，你家里10代，10代都在美国生活的人，你往上追10代都还是美国人的时候，你今天发生的这个种族的一些纠纷，那是可以化弭的，因为到最后我们都还是一家人，只是长得不一样，我们不一样，那还是过了，对不对？但是欧美不一样。他在欧洲国家不一样，很多是外来人要把他驱逐出去，所以又变成一个逐客书。但是英国本身没有这个方法，逐出去之后，谁来做这些事情呢？你不让这些外来移民去从事这些低下工作，那么你让本国人去做，可以啊，但是你的收入可不可以降低？不行啊，那就是死胡同，好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整体而言呢，这个是很难去处理的。那最后的部分呢，我们其他地方我们先不讲，我们把标题该讲的我们讲一讲，比如就是各位想知道南天门计划。南天门计划，这很多人问老师，南天门计划啊，很多很科幻的东西，包括无人机甲，像无人的钢弹一样啊，是不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中国官方去宣布他们做出来这南天门计划呢？我在这里跟各位说个很现实的事情，好吧？所谓的南天门计划，并不是中国官方所做出来的所谓军事发展计划。南天门计划它是由中航环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构建出来一个科幻航空的 IP，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公司所提出来一个架空型的幻想啊，做出一个多元宇宙的感觉。那他这个公司都做出来，难道不是喊个口号？为什么会有真的东西呢？那当然，他们后面会有资本做这些事情，但是它本身是由什么传播文化公司，就是一个媒体公司所做出来的事情。它做出来，比如包含鸳鸟空天载接平台，就是天上飞起来像复仇者联盟那种超大型的飞天航空母舰。还有包含就是说它那个玄女战机，就是可以当战机，也可以当什么呢？像那个什么。各位，你年纪大一点的哈，那个可能是在70后、80后的朋友应该知道我讲什么。一个电动游戏叫做阿罗曼蛇啊，阿罗曼蛇是不是它就可以变身变形，从飞机变成上面飞机，然后下面是个脚，然后最后变成整个人的机甲。那玄女就是走这个意思，就是他希望能够把它变成可以变，不，那个叫做成瘾的，它就可以变成是飞机也是人啊。这个是一个。他其实我觉得他设计师应该参考日本那个阿罗曼蛇这个想法，就让飞机变成人，那可以做这个空陆两边的战斗。当然，它还有所谓的成瘾的战术型机甲。那这战术型机甲重要的问题就是它跟钢弹不一样，钢弹是要有新人类阿姆罗之类的，对不对？一太快内陆是不是去打？但是没有，这个成瘾机甲本身是无人的。对不对？它比别人它是无人的它既然是无人的状况之下，基本上它就已经超越了所有有驾驶员的一个幻想了。因为无人怎么打它都赚，
怎么打都赚。驾驶员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资产，所以说阿姆罗他们就是很严重的新人类嘛，没有他们那个东西也5类路已经打不出去啊，对不对？那是没办法的事情。还有什么寒光啊，或者是一些云圣变形机甲这个事情啊，这现在在抖音上面也有很多啊，包括在台湾一些 YouTube 上面短视频也有很多。这个只是一个所谓的科幻型的 IP， 也就是它是一个想法，然后造出来一个公司，但是未来会不会有可能会达成？那基本上它跟中国官方的他们所谓的军事发展其实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他们要的是有效性的打击。那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南天门计划里面的东西所做出来的东西啊，它是不能够做出有效性打击的，就算它成真了，你也没办法有效性打击，因为你一个这么大的飞空的航空母舰在天上，你不就是一个他妈活靶子吗？现在就连巴勒斯坦它都有所谓的超极音速导弹了。那么请问一下，你飞那么高，你他妈不就是个活靶子吗？你怎么飞上去有用呢？没有用的嘛，对不对？加上地球的重力啊，本身就不适合机器人在行走。各位，你就明白这件意思。现在很多人做机器人，那是为了服务人类，给人类一个浪漫，就是它是拟人化，但是它只能做到的是说，你在地面上去服务，你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实际的。所以实际战争的，它不是用机器人，它是用机械狗，因为地球地表有重力的关系，你四足落地才是最有效的。你去用站着去攻击，你要承解，你会上下前后晃动，你重心不稳的问题，你离得越高，重心就越不稳嘛，这是很现实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中国的机械狗它在做演习的时候吓破了这个印度人的胆？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机械狗四足着地，它不会摔倒，而且它跑的速度又快，就跟蟑螂一样，啪啪啪啪跑到你面前，然后呢，直接扫描到，直接开枪，不用跟你讲，就是说你是谁 FBI Open Door， 不用，就直接看到就打。它这 AI 辨识的根本不需要等人去反应，对不对？没有所谓的道德感，没有所谓的那些残不残忍跟慈悲的问题，打到你不是自己人就给你打下去了，你怎么跟他玩？说南天门计划，那不用跟老师说啊，这个未来中国也会有这些机器人哦，啊，这是剽窃日本的，没有，人家这是娱乐公司，所以说呢，看起来真的很帅，真的很帅。我说真的，那个南天门计划做出来真的是有个帅炸了，你知道吗？勾起老师的少男魂，但是帅炸，但是实际上他是不可能达成的一个事情，好吧？哦，其他本来还有北约跟北约之间对俄罗斯战场这事情哈，我们可以去后面再去讲，好吧？这个应该不是很重要，是看各位有什么问题。主入为买不可能哈。美国用收割欧盟 GDP 来补偿，这个是啊，美国用收割 GDP 是因为他们要让乌俄之战由欧盟跟欧洲啊那个地方的人自己去承担乌俄之战的所有的花销，但是呢，武器必须跟美国买，所以说美国跟法国都会卖武器，跟德国会卖武器给乌克兰，但是主要大团你得跟美国买。那么美国只想赚钱，他不想负责。说美国自始至终都不是说他要参战，原因就在这里，他只想挣钱，但是他不负责啊，这个状况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中国地大物博啊，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哦，还好。还有什么沙罗曼蛇？对，沙罗曼蛇没有错哦，沙罗曼蛇，还有超时空要塞没有错，你懂我，的确这样哦，跟小虎队没什么关系啊。好吧，哦，所以说很多事情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啊，整个事情，整个世界的发展啊，其实它会往另外一个曲线去进行，好吗？所以说我们不用太担心哦，你只要能够现在做的事情，我还是一句话，不花钱、不投资、不创业，维持你现在的状况，我们静观其变，因为这个世界必然在这几年天翻地覆，我们只要不出事。不去掺和这个漩涡，我们自然而然不会有问题。我们只是少赚了，好像我们可以赚到的利润，但是很多人你觉得会损失，我没有赚到这一波，那是因为你事后去看，它已经发展为既定事实了，才会觉得跟我想的一样。所以说呢，我没有做，真是亏大了。永远不要有这个想法。你可以佩服我的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要相信，你不参与，有时候才是真正的正解，因为事情永远都是会有豁然率，你一输你就输掉全部，但是你没有赢，那我就不一样保持原状，你又有何输呢？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好吧？好，最后我们来提醒一下，下周三我们在更新视频的时候，我们会一并的把我们的秋季，我们的五方草原离斗法会，就补运法会，那让各位去报名。那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在10月20号要开始，所以说呢，这个9月20、23、24号开始报名的时候啊，记得先报会比较好，不然到时候忘记了。1年就2次，我很想多办几次，但是没办法哦。我们的
工作就是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在不对的时间，我想挣这个钱也没办法，我想为各位服务也没办法，就只有一年只能办2次补运法会，1次招财法会，1次点灯法会。我说我其实想办我也没办法，好吧？我就只有这些事情了。下半年的法会到过年前都有很多法会，那就是补运法会嘛，就是点灯嘛，批流年这3件事情。然后3件事情还没办哦，那能办的那就各位不一定找老师，但是我建议你啊，明年那个赤马红羊年啊，那个赤马年嘛，哎，点一下吧，好不好？还有那个补运补一下吧，这个几百块的东西啊，其实你也不用想那么多，就他妈几百块，我也不是收什么几万块的东西，几百块的东西啊，你也别跟老师计较，你外面办也可以，自己参加老师的也可以，你花给谁都可以，几百块1、2千块的东西，记得办一下了，好吗？好，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